我患有费洛蒙综合征，患病者会散发奇异的香气，而使对患者有好感的人产生冲动，且感情越强烈，闻到的气味越浓。我常年服药，以为这辈子都不会有人知道这个秘密。直到有一天，一向和我看不顺眼的活爹室友敲响了浴室的门。你到底用了几瓶沐浴露？文树敲浴室门时，我以为是自己用时太长，又让他不高兴了。他曾不止一次警告我，如果我再占用他的沐浴时间，他就把我连人带缸一起扔出去。刚开始我不以为意，认为大老爷们儿就算洗澡晚个1-2分钟也不碍什么。直到后来，我只要超时1秒，他就微微敲门。咚咚咚，没错，就像现在这样，每敲3下停顿半秒，然后继续。文树，你是不是有病？老子才进来10分钟。我摩拳了一把脸上的泡沫，怒吼道。敲门声歇了2秒，又立刻孜孜不倦。我扯过浴巾堪堪围住下身，用力的拉开浴室门挑衅。你敲这么急是想跟我一起洗吗？手上残留的水黄甩到了文树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上。文树被我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，他用手背擦掉了脸上的水，俊秀的眉蹙了起来。我没有和别人一起洗澡的习惯，现在也不是我的洗浴时间。他像是听不出我的讽刺，还一本正经的解释。我狠狠的咬牙，那你跟个催命鬼似的敲什么？文树鼻子轻轻抽动2下，哑着嗓子问我，你是用光了浴室里所有的沐浴露吗？味道大的我在书房都闻到了，虽然合同上只要求你不要在房子里吃带有异味的食物，但是这股香味大的也算是异味了。文树又开始他的絮叨。浴室离书房远得很，门又是关着的，就算我喷一整瓶香水也传不到书房，何况我根本就没闻到他口中说的那么夸张的香气。这小子怕不是来找茬的吧？我刚想开口发作，文树却神色迷离，下一秒直直倒在了地上。我扒拉了他2下，文树不为所动。靠！我咒骂一声，赶紧穿上衣服，开车送文树去医院。我上辈子到底是做了什么孽，才在这辈子遇到这么个活爹？说文树是活爹，绝对不是我夸张。文树是我见过事儿最多的人。搬进房子那天，他用4号微软雅黑写了10页的室友协议，并以 Word 文件形式发给了我，包括但不限于8点后不得用淋浴洗澡，10点后声音不准超过30分贝，垃圾桶的垃圾不能存在超过1天，不准在房子里的任何地方吃味道大的食物。当时我很想骂他，凭什么老子要遵守你那破规矩？但是文树却拿出合同，指着最后一排写着履行室友协议的条款，面无表情的告诉我，法律上我同意了。老子不作了行吧？我现在就找房东退租。你租了1年，未满半年提前退房算毁约，不退房租不退押金。顺便说，我就是房东，这个房子在市中心的商圈，离我工作的地方很近，而且还是大平层，价格又特别便宜。由于我现在缺钱，太怕这种好事飞走，没怎么细看合同，就一拍脑袋签了。我记得房东名字叫文东来，那天我有事出门，签合同的是我爸，房子是他送给我的。文树平静的说出了很欠揍的话。行，半年过后，老子就退房走人。于是我便开始了和文树一起生活的日子。文树似乎有很严重的强迫症，家里所有的摆件都是对称的，碗碟是按照颜色大小分类的，2侧窗帘拉开的缝隙是要在中间的，就连规定我洗澡的时间都得是整数的。10页的文件我怎么可能记得住？刚开始我还会对来问责的文树说下次注意，久而久之我受不了他的约束，便也与他对着干。那段时间真是斗智斗勇，我把毕生的心机全用在了他身上。然而文树看似毫无波澜，老实巴交，但每次都能和我4两拨千斤，且他还有着很锲而不舍的意志力。就比如他规定我在19点前洗完澡，超过1秒他就要敲门催我。刚开始他敲门我只觉得吵，谁成想他竟然坚持了半个月，且我不出来他就绝不停下。那段时间我连梦里都是他节奏有序的敲门声。这场反动长达1个多月，最后以我的失败告终。年纪大了，真经不起这么折腾。
而我投降的后果就是承包了未来2个月的早晚饭。到了医院后，我帮文书挂了急诊。医生仔细检查了一遍他的身体，并没有发现病因。他平常挑食吗？医生问我。挺挑的，每顿必须有菜有肉，还得加一个汤。回想自己每次做饭都要色香味俱全的场景，我都恨不得往菜里下点耗子药，直接送走他。医生疑惑，这吃的挺好的呀，那他晕倒前有什么症状吗？我想到文书说的诡异的香气，和医生说明后，他思考片刻，问我，你俩是情侣吗？情侣这个词和文书挂钩的感觉很诡异。我甚至没反应过来情侣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回过神后，我感觉特晦气，摇头如拨浪鼓。医生，你是费洛蒙患者吧？我是，但是我一直都有吃药。我恍然，大夫，你该不会是说他闻到的是我的费洛蒙吧？医生没明说，是有这样的人，他们在吸入费洛蒙的味道后会兴奋过头晕过去，只不过这类人群通常都是不经人事的青少年。我大脑宕机，什么意思啊？文书被我的费洛蒙熏晕了？可这不是只有喜欢我的人才能闻到吗？不可能，我天天都吃抑制药，自从我16岁查出来我就没断过。可能你出现了抗药性，不想被他闻到的话，就服用重效药吧。医生顿了顿，表情古怪的看向我，不过也不排除是他太喜欢你了。我这就去买重效药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。费洛蒙只会被对其有好感的人闻到并产生性冲动，感情越深味道就越强烈。这2年费洛蒙症患者层出不穷，每年都逐量增加。为防止出现恶劣的治安问题，国家规定费洛蒙患者有服用抑制药物的义务。文书这小子竟然对我有意思吗？而且还是在我天天吃药的情况下闻到了味道。我想起大夫说的那句太喜欢。我从后视镜瞄了一眼正在熟睡的文书，睡着了不划刀那些破烂规矩的文书还是很赏心悦目的，可惜他还会醒。我心里五味杂陈，怎么也想不明白他喜欢我的点在哪里。毕竟我从搬进来就跟他作对，会不会只是他嗅觉进化了，大夫没查出来而已？未经人事的青少年，我想起大夫的话。我伸向中控台上文书的身份证，就文书这个死正经的模样，可能未经人事，但怎么说也不会是青少年吧。然而下一秒，我瞪大了眼睛，19，文书他竟然才19，活爹抱改小孩哥。文书19比他疑似对我有好感更让我震惊。19岁还是上学的年纪吧，我看这小子天天在家宅着也不出门啊。把文书送回家后，我开车去了回响。回响是我开的酒吧，营业3个月后，生意陷入惨淡境地。宋东然早就换好衣服，在吧台里默默擦着酒杯。他是我发小，一个有钱的二世祖，家里干水产行业。他在家排行老2，上面有个哥哥，很多事都不用他管，所以他才过来给我的酒吧当酒保。见到我，宋东然笑着揶揄，今晚一个客人没有啊，老板，下班怎么样？下什么班下班，酒吧都是后半夜才上人。我去休息室换好衣服，宋东然坐在吧台椅上，拄着胳膊冲我笑。说真的，季星，还是跟叔叔服个软吧。你这明显没有经商头脑啊，少来给他当说客。我就是饿死在外头，我也不回去。一想到沈宋军那张兵荒马乱好为人师的脸，我就打心底里犯膈应。再说，我连酒吧都经营不好，我要是回去继承他那破公司，不得把他裤衩子都亏没啊！宋东然无奈一笑，也不再谈这个话题。大概10点钟左右，酒吧里终于来了些人，其中一个红裙大波浪的女士似乎对宋东然很有好感，和他聊着聊着就办了张会员卡，临走前还暧昧的在名片上印了唇印，才递给宋东然。我冲宋东然比了个大拇指，找宋东然当酒保真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宋东然和我不同，他不仅能说会道幽默风趣，长相也更加文质柔和，亲和力与疏离感能同时出现在他身上，因此总是会吸引很多女性顾客。看我被搭讪你就那么开心吗？宋东然将名片放进了柜台的抽屉里，有些委屈的看着我。你为咱们店招来了长期顾客，
我当然开心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加油小宋，好好干，干好了年底给你提成。宋东然望着我叹了口气，提成就算了，这店能不能挺过1年都是个问题。你的高情商去哪儿了？我正想再和他呛2句，手机就来了信息。我打开一看，是文树发来的。谢谢你送我去医院，费用是多少？我转你。我的 A1 纸用光了，你回来时能去街口那家文创店帮我买2包吗？看来是醒了。宋东然瞟了我一眼，你室友？我关上手机揣回兜里，叹息着点头，是啊，让我给他带点画纸回去。搞艺术的，好像是什么设计师，具体我也不清楚。你俩不是不和吗？现在都能给对方带东西了，之前搞反动战争必存，我没少和宋东然吐槽。依然不和，但是学会了共存，尤其在我知道文树只有19岁后，大概是国人骨子里多少有点长辈照顾晚辈，大的要让着小的意识，我对文树的忍耐度提高了不少。毕竟这么一看，文树就是个是逼小屁孩，有啥可计较的。提到文树，我想着要不要告诉宋东然文树疑似闻到我的费洛蒙的事。知道我是费洛蒙患者的人不多，宋东然算一个。我想了想，把这件事告诉了他。对此，宋东然的震惊程度不比我小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只有喜欢你的人才能闻到你身上的味道吧？宋东然迟疑半晌开口。我下意识点点头，又立刻摇头否认。不，我认为是这死孩子嗅觉系统进化了，就我们互相看不顺眼那样，他没道理喜欢我呀。死孩子，哼哼，想不到吧？那货才19。宋东然惊得瞪大了眼睛。过好一会儿，他才回过神，低声问我：所以你要和他谈恋爱吗？我差点把高脚杯捏碎，谈个屁！再说，老子为啥要跟他谈？我是曾虔诚的向老天爷许过，干脆让我俩同归于尽，赶紧死了的愿望。但也不能像现在这样，让我俩互相恶心死吧。他在你吃药的情况下，还能闻到你的费洛蒙，并且还被熏晕了，这得到痴迷的程度了吧？宋东然勾唇，不知是认真还是玩笑，说不定交往后他能对你们的室友协议放宽政策呢。区室友协议还不值得我卖身好吧？我白了他一眼，再说那算什么痴迷啊？只是我产生抗体后，普通抑制药不管用了，而他少不经事，被突如其来的兴奋冲昏了头而已。宋东然沉默片刻，问：季星，你就这么抵触别人闻到你的费洛蒙吗？在我看来，他可是很好的调情工具呢。宋东然常年流连花丛，过夜对象周周不同，他会这样想也不足为奇。我叹道：费洛蒙和催情剂无异，你谈恋爱只是为了释放欲望，当然会觉得他是帮你引诱别人的好帮手，可对于我来说，费洛蒙将原本虚无缥缈的爱情具象化，这只会让我害怕而已。别把我说的那么渣好吗？事实如此。早上6点半，酒吧打烊。告别宋东然，我开车回家，路过街口时，正好看到刚开门营业的文创店，进去提了2包画纸出来，没想到在门口碰到了文树。文树站在风里，驼色的大衣显得他格外修长。他比我要高一些，目测快1.9米。看到我，文树也一愣。我径直上车，坐上驾驶位后，冲站在原地的他吹了声口哨，傻站着干啥？上车。车上的空气是沉默的。文树眼神呆滞的看着窗外，时不时打个哈欠。他好像总是这种没什么精气神的样子，除了和我计较室友协议的时候。我率先开口：你昨晚不是发微信让我给你带吗？怎么自己出来了？文树抬起眼皮，疲惫的瞅了我一眼，闷闷道：你没回我，我以为你工作太忙没看到。虽然直到打烊才只有5个客人，但是我很忙。没错，我工作很忙。昨天去医院，大夫说我晕过去的原因了吗？就在我沉浸在欺骗自己事业繁忙的幻想里时，文树打断了我的思绪。他说你有点挑食，让你多吃点。经过一晚的深思熟虑，我决定不告诉文树他闻到的味道是我的费洛蒙这件事。可是我吃的很标准，是根据我的 BMI 定制的饭量，纤维素、蛋白质、维生素我都有摄入，
再多吃就要不健康了。小孩哥讲究人。你找到香味的来源了吗？文树疑惑地问我。昨天我醒来后发现房子里没有味道了。你用什么办法消掉的？啊，我打碎了一瓶香水，我把屋子里的窗户全都打开，没过一会儿就散了。我撒谎信手拈来。这样啊，文树脸上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。沈继兴，你最好不要再用那款香水了。啊？为啥？文树抬起头，目光认真的说，那个味道让有想抱你的冲动，我差点一脚踩进油门。文树这人脑袋不灵活，说什么都直来直去。虽说他有啥说啥，这点我并不讨厌，但有时未免也太过直白。请务必克制一下这种危险想法。许久，我从嗓子眼里憋出了一句话。虽然他的冲动还算纯情，不过光是想想那个画面，我鸡皮疙瘩就要起来了。文树嘴唇抿了抿，没说什么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文树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，他还特地嘱咐不要打扰他。他的时间计划表也在这些天里全都作废。我虽不知道他在里面搞什么鬼，但总算能歇一口气。毕竟从前文树总是一板一眼的对着他的计划表按部就班，我就算看着也心累。大概过了2天，文树出关了。他一脸憔悴，眼下轻微的黑眼圈竟与他不近人情的气质浑然天成。我默默合上泡面盖子，试图挪到餐桌的花瓶后面隐藏起来。我这2天在画设计图纸，文树扫了一眼桌上的泡面，竟破天荒的没有计较。他慢悠悠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我。So， 对于他莫名其妙的汇报，我有些摸不着头脑。我画图跟着灵感走，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出过设计稿了。他琥珀色的瞳孔里有了不同于往日平淡的懊恼。不过自从闻过那天的味道后，我就有了设计灵感。为了不让灵感消失，我想尽快把它画出来。可才过2天，我又遇到瓶颈了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只听文树问我，你能把香水链接发我吗？我哑然。文树却已拿出手机等着收链接了。等等，文树，你不让我用，你用就可以吗？文树沉吟片刻，用在你身上我会有冲动，但如果用在自己身上应该不会。他一本正经说，就算有，最多就是自爱而已，不会妨碍别人什么。如果我刚刚喝水的话，现在一定会喷出来。我大脑飞速运转，太可惜了，那是全球限量的香水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香水名字叫什么？说不定可以在海鲜市场收到。是我一个朋友送的，外文名字我也不记得了。文树抬手揉了揉眉心，那你可以帮我问问吗？我真的很需要。他又补道，如果你觉得麻烦，可以让我为你做点什么，来作为我向你寻要香水的条件。我起了兴致，你能做什么？文树叹息着摊了摊手，都行，比如饭我来做，或者我开车送你上班。虽然我没有驾照，但我可以现考。让你在室友协议上添一条你想要的条款，也零 K 一提室友协议。我有些心动。我要添禁止你用室友协议约束我这种条款也可以。我试探问。没想到文树还真就点了头。当然，他十分爽快地说。又补上一句，不过同样的，作为房东，我也可以再添一条禁止我用室友协议约束你的条款，意义何在？我甩甩手 ，sorry 啊，我那个朋友已经过世了，可能没办法知道那瓶香水的任何信息了。就算文树真的给我什么好处，我也不能告诉他那所谓香水的下落。所以私密马赛了小孩哥。文树抬眸注视我良久，琥珀色的瞳孔清浅的像装不下他的任何情绪一般。我被他盯得心虚。好吧。文树没再说多余的话，转身进了卧室。我稍稍松了口气，原以为这件事就到此结束，直到我当晚在楼下附近的社区垃圾桶旁看到了文树。他全副武装，戴着口罩和橡胶手套，两手拿着大抓夹，面无表情的站在垃圾箱前翻来翻去。我靠，文树你要死啊！我冲上去扯着他的衣服，把他拽到一边。就算你工作不顺，也不至于到失业的程度吧？用得着翻垃圾吗？文树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又上前兀自扒拉着垃圾。小区的垃圾箱3天收一次，
你扔垃圾一直都丢在离单元楼最近的垃圾箱，我想看看能不能从里面找到你碎掉的香水瓶。文树语气认真，脸上疲倦之色还未消去。不知怎的，看他这样执着，我有些烦躁。文树，你现在没灵感，总有一天会有的。难道别的设计师也一没灵感就翻垃圾桶吗？汤汤水水腐化发酵的味道钻入鼻腔，我忍不住皱眉。文树没说话，手上的动作一直没停。我记得他是有一点洁癖的。2年了，我已经2年没有画出设计稿了。文树看向我，目光悠悠。如果你的调酒师在2年里只会反复调以前的酒，而没有任何新品的话，你不会把他开了吗？开除宋东然吗？多少会劝他再努力吧。文树垂眸，像是自言自语。可有些事不是光靠努力就能完成的。片刻，他抬起头，眼中似有戏谑。江郎才尽，黔驴技穷。很可怜不是吗？文树这话悲伤的叫人难以回答。可他就算把垃圾箱翻出个洞来，也找不到那狗屁的香水碎片。我认命般的叹了口气，我会尽力帮你打听的。你别在这里翻垃圾，大晚上的太可疑了。真的吗？文树眼睛一亮，像是听到要出门遛弯而充满期待的大狗。我点了点头，却听他又问，可你怎么保证你一定能问到？你那位朋友不是过世了吗？我把他棺材板掀了，也给你问出来。我皮笑肉不笑道。文树却当了真，一脸正色。那还是算了，这太不尊重死者了。我还是翻垃圾吧，最后我好说歹说，承诺并不会去挖我瞎编鬼话中并不存在的朋友的坟。文树才放心回了家。我直奔酒吧找宋东然。好兄弟，江湖救急。你之前交往的患有费洛蒙症的明星叫什么来着？他不是专门做了一款有自己费洛蒙味道的香水卖给粉丝吗？你帮我问问他怎么做的。宋东然想了好一会儿才回忆起那人，随后笑了出来。那是他的人设，他根本就没有这个病，只是说自己是费洛蒙患者能让粉丝有遐想空间，还更容易赚钱而已。这营销手段是真牛啊。宋东然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把骗文树以及文树翻垃圾的事告诉了他。宋东然沉默了，随后好言相劝，沈基星，你以后编瞎话之前还是打一下草稿吧。这能怪我吗？谁知道他那么轴啊，我多少有些后悔，早知如此当初不如全盘托出了。现在可好，这破钩八谎还圆不回来了。见我愁眉苦脸，宋东然笑容意味深长。说实话，文树他怎么样都无所谓，你和他非亲非故，没必要为他考虑这么多。宋东然笑着道出，而且你当初反抗失败后竟然还同意做饭，就算不做他也不能拿你怎样。虽说你一向心软，但也不用做到这种程度吧。我无言的从酒柜里拿出一瓶最便宜的酒。当初开酒吧不过是我跟沈颂君赌气，自从他和我妈离婚后，我就没怎么顺过他的意，包括他让我进他公司学习，以便将来继承他的位子，我也是一气之下出来开了酒吧。沈颂君气得不行，和我打赌，如果1年之内我能不借用他的任何关系把酒吧开下去，他就不逼我继承家业，否则1年后让我乖乖滚回公司实习。身边很多人都觉得我不知好歹，可我就是不想让沈颂君如意。回想一开始生意不错，可后来不知怎地营业额一夜间直线下降。曾跟我有合作意向的几个甲方见此也改变了主意。于是那阵子我一边焦头烂额跑生意，一边疯狂酗酒，精神恍惚到都没察觉到自己生病。发现我发烧的人是文树。室友协议里有这么一条，为保证双方健康，必须每7天量一次体温，每2月做一次体检。因为不想跟他浪费精力，这体温表我填就填了，虽然我一向都瞎填。唯独那个周末我忘记填表，半夜23点59分，文树拿着体温枪找上门。他强制的在我额头滴了一下，随后发出尖锐报鸣。医生说当时如果没有及时送医，恐怕就要落个脑瘫。事后文树跟我说，那表格空着，让他一整天都坐立不安，可这一天还没结束，他也不好意思催我。于是他特意等到这一天结束的前1分钟才来找我。
没想到我给了他整整40度的大惊喜。从那以后，文书就把那条协议改成了每7天量一次体温，且必须在早8前填好体温表，时间误差在5分钟以内，否则承包1周的早饭。所以即便后来我对文书还是怨声载道，但也多少包容一些了。宋东然见我不回答，眸光沉了下来。说起来，你那个室友还大有来头呢。他转移话题。什么意思？宋东然拿出手机敲敲打打递了过来。你那时候跟我说他19岁，我就想起了以前我有一个房产开发商的朋友说过，他们业内有过一个特年轻特有天赋的设计师，我看到网页上的某百科上面是文书的简介。文书12岁，凭借一个树屋设计在国内拿了奖，因此破格被国外知名建筑学院录取。大学期间出过不少令人称奇的设计。16岁那年，又凭借一个漂浮屋毕设赢得国际大奖，至此在业内名声大噪，被誉为天才设计师。可这2年，他却没有再出过新颖的设计，官方放出他的设计稿碎片也都反响平平，甚至出现了唱衰的声音。我默默把手机还给了宋东然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你小子故意的吧？宋东然笑，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知道我心软，还给我看他创业史。我忍不住怒吼，天才一朝落魄，屡屡遭人质疑，如今好不容易有一丝希望，却状若缥缈游丝，谁看了不惋惜？不过他的灵感会被欲望激发，这点还真有趣。天才果然与众不同。宋东然饶有兴致的感叹，我看这货就是看热闹，不嫌事大。他又问我要不要把实话告诉文书。笑死，当然不。不过宋东然那个明星前任确实给了我灵感，让文书描述出那个味道，再找个调香师调出来不就得了。次日7点多回到家，文书已经起床了。他站在书房门口清理画稿，好像是要拿出去丢掉。文书还戴上了橡胶手套。看到我，文书说，我还是打算再去看看垃圾箱，现在天亮了，不会可疑。难道他真的是天才？我干巴巴笑了2声，你不用去捡垃圾，我也不用去打听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文书一喜，眼神期待，什么办法？找个调香师，你跟他把味道形容出来，让他给你调一个不就好了？我往沙发上一靠，感叹于自己的智慧。啊不，是经纪公司的智慧。文书放下手中的杂物，摘掉手套，走到我对面坐下。确实。他直直望着我的眼睛，不解地问，不过为什么是我描述？香水是你的，你应该更熟悉吧？患者本人是闻不到自己的味道的呢。亲，想要那个香水的人是你，又不是我。你的事当然要你跟他沟通了。文书若有所思，点点头。你说的对，不过我不太懂这些，可能描述不准确，没关系，你可以让他一点一点给你试，直到调出。我话未说完，文书突然站起来走向我，他的视线在我脸上飘忽，连耳朵尖也冒了红。只有1拳的距离，他停了下来。文书垂着脑袋，声音低哑克制，沈继新，就是你现在的味道。我懵了。文书越靠越近，我甚至不知道作何反应。我没吃药吗？我吃药了呀。我下意识往旁边一挪，压到了沙发上的遥控器。电视传出声音，强效抑制药费洛蒙最好的搭档，还请广大患者务必服药出行，以免受到不必要的安全威胁。好死不死还是关于费洛蒙的公益广告。或许是离我太近，吸入了太多费洛蒙，文书白皙的脸上也染了一层红。他听着电视机的声音，怔怔地看着我的脸。文书喉结动了动，声音低哑的蛊惑人心。沈继新，一是香水，还是费洛蒙？如果现实能用手刀一刀劈晕人的话，我想我此刻一定会对文书下手。是香水，我说。他从鼻息中哼出一声笑。那你告诉我，你身上现在是什么味道？文书眼白发红，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。我试图逃走，却被他伸手狠狠按在沙发上。按理说，文书虽然有在健身，但到底是个宅男，平时力气没我大。可是现在这种状况下，我愣是无法从他手中挣脱。所以我才讨厌费洛蒙，
因为它几乎会让人无法控制的失去理智，回归原始本能。沈继兴，我来告诉你，这是什么味道？文树看起来要哭了，他附在我耳边，哑着嗓子一字一句的说：“是甜味，很甜，甜得我大脑发麻，温热的气息洒在耳畔，瘙痒时我本能的想要偏开，却被文树伸手制住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眼疾手快的捂住了他的嘴。文树，你知道我身上哪里最硬吗？我冷静的发问。这话听起来像撩拨，文树瞬间瞪大了眼睛。是老子的头锤衣，我猛地往前一砸，按住我的那只手瞬间卸力，文树直直的倒在了我身上。我把他扒拉开，扬眉吐气，爽！我去找上次给文树看病的大夫，问他是不是给我开了假药。大夫直呼不可能，并让我增加服药次数。真是见了鬼了，文树这鼻子是狗鼻子不成？我郁闷的回家，原本晕倒在沙发上的文树已经醒了，我离他3米开外。沈继兴，先别说话，我把手里的塑料袋撇过去，鼻塞和口罩，你选一个。文树愣愣的打开塑料袋，最后选择了口罩。对不起。文树沉默好一会儿，闷闷的开了口，我不是故意要强迫你的，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，只有那种奇怪的想法。我冲他摆了摆手。文树，你应该庆幸我是男人。我说，如果是女性，你现在已经给对方造成无可逆转的伤害了。文树呼吸一滞，浅色的瞳孔瞬间放大。无论是像宋东然那样的花花公子，还是那个为了吸粉而营销人设的明星，在他们眼里，费洛蒙是美好焕霍的爱情象征。可是对患者而言，费洛蒙是稍有不慎就会点燃的炸药，就像今天这般。你今天吃药了吗？许久后，文树问我。我一直都在吃药。文树蹙起了眉，满眼疑惑的看向我。可我还是闻到了。为什么？还问我为什么？我还想问你呢。我站起身，径直往卧室走。文树冲上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。我下意识的往后撤了一步。文树这才意识到他不该离我这么近。沈继兴，费洛蒙是只有对其有好感才能闻到的味道吧？文树正色问，这是不是说明我对你有好感？我不懂他的脑回路。你问我，我问谁？比起什么狗屁好感，我更倾向于是你嗅觉进化了。你觉得呢？文树听不出我话里的揶揄，站在原地认真思考起这个问题。我有些无语，刚要抽手，却再次被他死死攥住。沈继兴，我认为我的嗅觉没有进化。哦，不一定吧。我觉得你还是去医院确认一下比较好。文树看向我，视线落在我的唇上，低喃道：想吻你，我脑子都要炸了。心中警铃大作，便用力甩开他。文树没再向前，只是抬起头，认真注视着我。想吻你，算喜欢吗？眸中是对疑惑的求解，他是真的想要知道答案。我脑子里闪出宋东然问我的话，要和他谈吗？我想了想，回答他不算。文树的眸光暗了下去，这似乎不是他想要的答案。他有些不甘。那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？因为费洛蒙。我冷淡的看着他，你只是被这个味道迷惑了，误以为喜欢我，实际上只是催情效果带给你的冲动而已。文树咬着嘴唇，似在思索这番话，但他想要反驳。文树，我直接打断他的话头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爱和欲，你分得清吗？我暂时搬去了酒吧住，更衣室里有一张沙发，稍微屈膝还是容得下我的。再过2个月就到租期的半年，到时候我就可以退租搬走了。宋东然邀请我去他家住，鉴于有过听到他和情人调情声一整晚的经历，我谢绝了他的好意。我没想到文树会在半个月后的某个夜晚找上门。小孩不能进酒吧，我说。我不是小孩，我是成年人。文树一如既往的听不出我的讽刺，他坐到吧台前，环顾一圈后对我说，还好，我以为你的店是那种充满光污染和噪音舞曲的酒吧，来之前还想如果真是那样该怎么办，幸好你走的风格是复古酒馆。你说的那是夜店，我懒得看它，再说我也没有邀请你，别搞得好像我逼你走进来一样，
文树眨了眨眼，一本正经道：“沈继兴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店里生意不好，是因为老板脾气太差？那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知道老板脾气差就不要来惹老板？”文树认真回想了一下，没人说过。我咬了咬牙，现在有人说了，你记住了吗？还有这里是酒吧，不喝酒别来。那我要一杯酒。调酒师不在，你请回吧。你不会吗？会，但不给你调。文树蹙起了眉，万分无奈的叹出口气，嘀咕道：“怪不得没客人。嘿，这死孩换子！”我正想发作，门前的铃铛响了起来。宋东然姗姗来迟。不好意思啊，阿继兴，我哥带女朋友回家饭吃久了点。看到文树时，宋东然愣了一下，见我翻了个白眼后，心领神会。文大设计师你好，久仰大名，我是回响的调酒师宋东然。宋东然热络的上前寒暄，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模样。你好，文树淡淡的握手礼貌回应，但也被宋东然的热情吓到。文树看向我，我现在可以点单了吗？当然可以。没等我回答，宋东然爽快应答，飞快跑去更衣室换衣服。文树坐在位子上，竟认真的在酒水单上纠结起来。你不是不沾酒精味吗？喝什么酒啊？我一把抽回单子，有些不耐烦。文树眼睛亮了亮，你竟然还记得我不喝酒？沈继兴，你喜欢我啊？因果关系在哪儿？结论怎么得出来的？文树看出我的不解，便解释道：网上说，如果一个人记得你的小习惯，就是对你有意思。废话，不是你把这事写进室友协议让我背下来吗？我忍不住提高了音量，连料酒都不让放的人竟然还跑来酒吧喝酒。你以前是嫌料酒度数太低配不上你吗？说吧，来这儿到底要干嘛？虽说没有客人，但我也不想在这儿跟他闲扯皮。文树垂眸思考少顷，抬头望向我，首先我要谢谢你，多亏上次闻到了你的费洛蒙，我在这2周里完成了我的设计稿。哦豁，这不挺好，还省了一份定制香水的钱。其次，我想告诉你，文树无比真诚地说，我很确定我喜欢你。我张嘴想要反驳，却听他又道：沈继兴，之前你一直在用我是受费洛蒙迷惑的理由来否定我的感情，但这种结论是错的。不是因为费洛蒙才产生好感，而是先有好感才会闻到费洛蒙。你搞错因果了。原以为我扭曲成因能让他放弃那种想法，没想到还是被他理清了。还有，你那时还问我能不能分亲爱和欲，文树攥紧了手指。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半个月，所以我在今天来答复你。你的答案呢？文树直言，我分不清。我长出一口气，所以说，但是沈继兴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分清。文树带着困惑问我，爱和欲都是一种情感，有爱才有欲，我想这并不冲突吧。文树，看来你在人类情感上已经入门了，但我觉得你还需要再多学习学习。我叹息着拍拍他的肩，爱可以是欲，但欲不一定是爱。文树眼疾手快捉住我垂落下来的手，紧紧地握在手心。他目光灼灼，很明显我是前者。抱歉，鉴于你之前的行为，这句话很难有说服力。好吗？那现在你图纸画出来了，有些问题也想明白了，赶紧回家吧。我抽回手，敷衍的要送客。文树有些迷茫，你没有想说的吗？我疑惑，我说什么？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，不是因为费洛蒙。文树支吾着解释，羞赧而别扭。所以，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喜欢你，那可以和我交往了吧？文树望进我的双眼，琥珀色的眼眸单纯而澄澈。我好像懂了他的脑回路。文树啊，我语重心长，这不是等价交换，不是你喜欢别人，别人就要喜欢你。文树在原地愣了好久才回过神，他怔怔的看我许久，最后一言不发的离开。季星，你这也太狠了，瞧把人孩子搞得多伤心，我看着都心疼。宋东然一脸同情的走过来，这小子在门后听半天热闹了，那你就去安慰他，你不是就喜欢长得好看的吗？文树这类型的应该合你胃口吧？宋东然悻悻的摆了摆手，拉倒吧，他太正经了，而且我也记不清他的那些条条框框，
还没得手，估计就吹了。我没理他。一整晚胸口都有些沉闷，文树青涩懵懂告白的样子一直在脑中挥散不去。我不后悔拒绝他，只是一想起来就会产生莫名的罪恶感。本以为和文树的缘分情仇就到此告一段落，谁知次日一早，酒吧打烊的前一刻，他又来了，一身笔挺西装，手捧99朵玫瑰。凌晨6点，他气宇轩昂的站在门口，十分奇怪。宋东然倚着门框憋笑要背过气去。文树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大受震惊。文树却面不改色，从容的把花递到我面前，来追你。我想和你在一起，可你不喜欢我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文树道，我在手机上查了，要想让喜欢的人喜欢你，就得去追。我在秋风中看着花朵凌乱。第一步，送花。文树又把花往前送了送，香气冲得我眉头一皱。谢谢，罪恶感没了。我不喜欢花，我僵硬的挤出一丝笑。文树微怔，大脑似又短路。可能手机上没写送花被拒绝，该怎么处理吧？这花挺好，晚上插水里摆在酒吧提提氛围吧。宋东然忍着笑走过来解围，他接过文树手里的花，也被香气熏了个猝不及防。正常的玫瑰会有这么浓的味道吗？假的。宋东然看清手上的花后哭笑不得。文树点头对我解释，这个季节花店不卖玫瑰，但是送爱人要送玫瑰，我就只能买了假花来。说完他又失落的垂下头，可惜你不喜欢啊，这该死的可怜样。东然，你拿进去，找几个玻璃瓶，一个瓶插几支，然后每张桌子中间摆一个。宋东然一愣，随后用力压住嘴角冲了回去。文树受宠若惊，眼睛放光，既然你收下了，那就进行下一步吧。和我约会，我极力克制住自己想要吐槽的心情。没有下一步，文树，咱们两个就不合适。你说你何必呢？为什么不合适？文树反问，我们之前不是相处的很融洽吗？如果你说的融洽是指我们3天一小架，5天一大架，我觉得你对这个词可能有些误解。我冷笑2声，但那是刚开始，我们后来不是相处的很好吗？因为后面我一直在迁就你，我略感无奈，或许你在某时刻也迁就了我，但说到底，咱们俩无论从生活态度还是习惯都千差万别，这样真的很累。文树陷入沉思，我继续补道，你快回去吧，如果是为了画图灵感之类的，也不一定非得是我，费洛蒙患者有很多。没想到我会这样说，文树不可置信的瞪大了眼睛。良久，他平静下来解释，沈继兴，我并不是因为你对我工作有帮助才来找你的，我也不觉得自己会对别人的费洛蒙有反应，况且他顿了顿，我也不想闻别人的费洛蒙。文书说完，落寞的转身离开。我下意识想要叫他，他的名字却卡在喉头灼烧不已，心头突然涌上的挽留与不安使我束手无措，而这种感觉又立马转换成了焦躁，最后变成怒气，被我洒在了店门口的西洋棋雕塑上。宋东然静静的看着我，脸上的表情格外严肃。再怎么样，你也说的太过分了，连我都知道不要践踏别人的心意。要你管，我自知理亏，一下一句话便躲回更衣室休息。第二天早上，文树没有再来，我内心有些复杂，但同时又松了口气。可文树却不负宋东然所望，在晚上酒吧开门时来了。这一次他开门见山，和我约会吗？简洁的话加上他没有情绪的表情，很难不让人觉得他在走霸总路线。我果断拒绝。这次文树没有问我为什么，被拒绝后走到靠窗的角落位置坐下，点一杯酒，但也不喝，就默默的坐着，等到打烊又离开。你的时间表呢？你不按表走了？我忍不住问他。放心，我制定了新的时间表。他说，以后我们的作息时间一样。文树说完，再次离开。我回头着宋东然，他也一头雾水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文树果然都会在夜晚同一个时间悄然而至，进门第一句就是和我约会吗？得到否定的答案后，他会坐在之前同样的位置，点一杯他根本就不会喝的酒，偶尔干坐，偶尔带着电脑画图，直到打烊再离开。
而他在的这些天，生意出奇的好了起来。宋东然看着店里逐渐增多的女性顾客，笑开了花。这应该就是帅哥效应吧？毕竟文树靠窗不说话的时候，确实是赏心悦目。宋东然，祥瑞，我却觉得心累。文树这个行为让我想到了之前的洗澡守时事件。我不出来，他就一直敲门，顿时鸡皮疙瘩掉一地，那样岂不是没完没了？于是，在他兢兢业业来酒吧打卡的8天后，我接受了他的邀请。真的吗？文树的眼睛每到高兴时就会格外明亮。我默默避开他的目光。不过就1天，文树发自内心的笑了出来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可以称为情绪的表情。我以为答应文树后他就会走，可他还是去了原来的位子坐下。我已经同意了，你还不回去吗？为什么要回去？文树比我还不明所以，我只是想在这里多看看你。请不要一脸正经的说这么肉麻的话。我倒吸一口气，迅速转身回到柜台。宋东然眯着眼笑着调侃：季星，你该不会是那种靠死缠烂打就能追到手的类型吧？对于和文树约会这件事，我并没有做过多期待。我总想着一定要跟文树说清楚才行，虽然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够明白了。宋东然不太理解我的行为。季星，我感觉你对文树已经动摇了。他说你嘴上拒绝他，但结果都是接受的。从我的角度看，你已经对他敞开大门了。宋东然一针见血，直接叫我哑口无言。他天天往那角落一坐，跟个小蛋糕似的，看着可怜死了。我不忍心而已。我不服气的反驳。将近1.9米的小蛋糕，宋东然嗤笑一声：季星，我不懂你在纠结什么。我也对此而感到迷茫。时至今日，我已说不出自己讨厌文树这种话，可说喜欢也算不上，但面对他又总有一种操心感和怜爱感，这不会是父爱吧？我抱着这种微妙的心情等到约好的日子。文树来酒吧接我，一脸疲态，眼神却放着光。你的黑眼圈怎么回事？文树由于常年不怎么见光，他的肤色很白，因此眼底的颜色格外明显。一想到今天要和你一起过，我兴奋过头没睡着。文树轻轻打了个呵欠，又怕我反悔一样，赶紧补充。不过并不碍事，今天的行程完全没问题。你是第2天要去游乐场的小学生吗？我叹了口气，问：一会儿要去哪儿？你来决定。啥？我万万没想到文树会把决策权交到我手里。毕竟他是一个计划定制狂魔，我还以为会收到一份 Excel 表呢。文树却觉得我大惊小怪。你说你迁就我的习惯，我仔细想过，的确如此。可我不觉得这能说明我们不合适，所以我想今天跟着你的喜好和你的习惯走。我一愣，真不容易，文树他竟然学会换位思考了。不过这个提议倒是不错，让他按照我的方式过1天，肯定会发现我们之间的习惯差别，说不定文树就会放弃要和我在一起的念头。我带文树去的第一个地方，螺蛳粉店。文树站在店门外，人都傻了。不愧是臭名昭著的美食，刚才隔2条街我都闻到了。里面做的是屎吗？文树皱着眉头，一本正经的问我。周围正要进店的人纷纷投来不善的目光。呵呵，当然不是，还有麻烦你跟罗聊粉道歉。文树站在门口犹豫，我故意激他，你要是适应不了，我们可以回去哦。文树这人不喜欢味道冲的，也不喜欢特别辣的，罗遮粉完全是他的美食雷点。可文树听了这话，目光坚定，如壮士赴死般走进了店。沈季星，我到现在还没有被臭死，这足以证明我的嗅觉没有进化。文树坐在位子上，声音又小又闷，就连呼吸也放得极轻。知道了，不过你既然能走进来，就说明你虽然嗅觉没进化，但是品味进化了。看到文树小心翼翼不敢呼吸的模样，我心里大为畅快。罗聊粉可是传统美食，闻着臭，吃起来巨香，就和榴莲一样。文树皱着鼻子，幽怨的看我一眼。我也讨厌榴莲，我漫不经心的哦了一声。饭后甜点就决定是你了。文树为了将最开始的理念贯彻到底，
就连点餐也与我一样。于是我直接点了爆辣和酸笋。吃不下去就不要勉强自己哦，我鬼笑着说。你喜欢的话就不勉强。文树夹起一块的面放进嘴里，刚咽下去脸就被辣红了。我忙拧开一瓶水递给他。随着时间流逝，碗里的粉越来越少，文树的汗水也越流越多。他每一口都表情丰富，是我从前在他脸上想象不出的情绪。文树有几次被辣得直咳，我劝他放弃，但他还是执拗的把食物全部吃完。我们接下来去哪儿？文树流着汗，嘴唇被辣得红肿，一脸期待的看着我。何必呢？不过我虽有不忍，但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计划。由于我作息的原因，开车到达下一地点后已经是下午6点钟，天已经泛黑了。文树看着霓虹闪烁的夸张店牌，眉头皱得比在饭店门口还要深。光影 KTV， 唱出自信，吼出强大。夜店什么的我不太想去，可是能集结光污染和噪音的地方，除了夜店也只有这里了。文树抿着唇，看得出他十分抗拒。不过他这次什么也没说，老老实实跟我走了进去。然而老实只是暂时的，为什么用金色的墙纸却装绿色的顶光灯？走廊只有6米，壁灯却用了5种颜色，大厅的墙纸对比色也用错了，放在大厅中央的思想者雕塑又占地方又不明所以。思想者跟 KTV 有什么关系，要被摆在那里？文树职业病犯了。去往包厢的途中挑剔了一路，引路的服务生听得脸都黑了。不知为何我突然有点小骄傲。文树第一次去回想时可没说这么多，这算不算我的装修品味被天才设计师认可了呢？一打开门，包厢里全是空气清新剂的味道。我不讨厌空气清新剂，不过劣质浓厚的清洗剂我还挺受不了的。文树扇了扇面前的空气，好言相劝，沈继兴，你以后再想唱歌还是换一家吧，他家从品味到态度再到清洁都烂透了。原来他也看到了服务员的白眼啊。不过这里当然烂，我可是特意找的这么一个全是槽点的地方。我把包间所有的灯都打开，刚开始文树只是默默的看着，直到我把那个可以180度旋转的闪耀的灯球点亮时，文树被晃得抬手挡了一下。他再次冲我投向幽怨的眼神。不知怎地，我被他这副模样逗笑，甚至觉得吃瘪的文树十分可爱。灯光是晃人的，音量是最高的。文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根本不知道做什么，坐在沙发上拿着沙锤给我伴奏。我本是抱着吵死文树的心情来的，可几首唱下去，莫名有些上头，于是拉着文树一起来唱。文树没听过什么流行歌曲，但我只要把话筒递到他嘴边，哪怕是走调甚至是朗读，他也会把歌词完整的念出来。封闭的空间有些燥热，但我完全不在乎。直到被我揽住肩膀逼迫着唱大花轿的文树红着脸出声提醒，沈继兴，味道很浓。啥？大点声？你说空气清新剂吗？是你什么大花轿小花轿？我一瞬间从嗨点清醒过来，放开文树并拉开了一段距离。你吃药了吗？他小声问我。我当然吃了，因为要跟你出来我甚至多吃了2粒。我有些混乱，抗药性已经到了我吃双倍重效药都抑制不了的地步了吗？我这边怀疑人生，文树那边似乎已经头晕起来了。你能闻到吗？他问。不知为何，文树眼中像是有期待。我当然闻不到了。我连忙把空调温度调低，又开门通风，顺便给自己又塞了1粒药。也不知道这东西吃多了会不会有副作用。文树垂着头坐在角落，突然抬头对我苦笑。沈继兴，连药都抑制不了的感情，已经不是喜欢的程度，是爱吧？我突然大脑绷紧，右耳鸣一瞬。沈继兴，我以前常看到有些人为爱要死要活，失了恋就跟天塌下来一样，什么都不顾，但我现在多少能理解一些了。文树痴痴的望着我，我的情感发展成爱，你却连好感都不曾有。他语气恳求，沈继兴，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会喜欢我呢？我不懂他为什么突然情绪变得低落，甚至于绝望，但看他这样，
我却像有无数根针悉数从天上掉落砸在心上。文术，费洛蒙是会骗人的，我向他解释，它作为一种激素控制你的大脑，让你误以为你对我爱有10分，但其实可能只有3分，剩下的7分不过是费洛蒙令你产生冲动而导致的错觉。最狡猾的是，他在骗对方的同时，还会顺便把主人也困在这个甜蜜陷阱，让他天真的以为那个人是100%的喜欢。刚炒热的气氛在这一刻冷了下来，耳边只能听到隔壁包厢传来的嘈杂歌声。手机铃声适时的打破此刻的尴尬，关上门后，我去走廊接了电话，是宋东然打来的。抱歉啊，季星，打扰你约会，现在有点事，你能提前回来吗？酒吧出事了啊？那倒没。那头的宋东然不好意思笑笑，你妈回来了。沈颂君在我6岁时和刘女士离了婚，当时吵了很大一架。沈颂君说刘女士是骗子，事后2人婚姻破裂，刘女士伤心欲绝，跑去周游世界。这么多年来到处旅行，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我百般不解，关掉手机，推门看到文树坐在那里捂着胃。见我进来，他迅速把手从肚子上挪开。我无奈的把夹克里的胃药撇给他。这文树看着胃药不解，他明明一路上都没表现出来。饭后等你的间隙买的，本来想看你能忍到什么程度，结果你硬是挺到现在还不说。我叹了口气，你看，不管我们谁迁就谁都会很痛苦，别再做不符合你风格的事了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还有事先走了，你自己可以叫车回去的吧。文树张了张嘴，最终只是无言点了点头。外面的风驱逐了我在室内的燥热。文树最后那么低落的样子，或许我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可我却完全没有释然的轻松感。回到酒吧，里面人并不多。刘女士坐在吧台前和宋东然聊得热火朝天，看到我后便扑了上来，小星星，妈咪想死你了。刘女士娇俏的声音惹来目光，我红着脸把她从身上接下来，这才发现她已经喝了很多酒，处于醉酒状态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问她。当然是想我的宝贝儿子。刘女士回到位子上，虽然已经年近50，但她保养的却像30多岁一样。单身、财富和自由，这3种大概是女人最好的医美吧。我换好衣服后站进吧台中间，宋东然不想打扰我们，便去了后方查货。真没想到星星你会开酒吧呀，刘女士无比欣慰道。毕竟在我小时候，你一和沈颂君吵架就带我来酒吧包夜嘛。我不禁笑道。刘女士眯着眼睛，似乎是在回忆，少顷过后也笑出了声。的确，是我这个当妈的不正经。她突然收起了笑容，将杯中剩下的酒水一饮而尽。我听小然说，你也被查出患有费洛蒙症了，是遗传的你爸的吗？我耸耸肩，不知道，不过如今这病症出现概率大得很，我也不好说自己是不是遗传。刘女士端着酒杯，看着里面的冰块，若有所思。你前几天不是说在古斯塔维亚吗？旅行路线还没到亚洲，怎么就回来了？空降的实在太突然。哎，小然跟我聊说你开了个酒吧，但是生意不好，我就想着回来看看。他有些疑惑，小然酒调的不错，这地段也好，店里装修也好，到底哪里出问题了？我神秘一笑，你猜？这我上哪儿猜？刘女士脸色一变，我扬了扬眉，没有明说。刘女士气得深吸一口气，拿出手机888点开一串号码，那头一接通，她便破口大骂：沈颂君，你个老不死的，儿子干点生意容易吗？你脑子秀逗了过来捣乱？你自己公司干得很好吗？谁要跟你复婚了？怪不得你公司那帮人不喜欢你，你简直自我意识过剩。刘女士对着手机破骂对面半个小时，结束后，她冲我得意挑眉，妥了，她说她不会再干涉你了，还得是我妈能治她。其实从刚开始被各大甲方接连拒绝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是沈颂君在背后做了手脚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，只要我做任何有违背他意愿的事，他都要偷偷摸摸借用外力来打压。等我失败后，又出现在我面前幸灾乐祸，对我说：你看，我早就说了吧，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，所以根本就没当回事，大不了就认输，
然后去他公司捣乱呗。你爸他就是这样，控制欲太强，让人喘不过气。刘女士叹息道，所以我才受不了他。我在一旁默默听着他对过去婚姻的感想。星星，我和你爸只是因为性格不合而分开，并没有其他原因。刘女士突然正经。或许费洛蒙曾让我们在兴奋中迷失，但婚姻的破裂跟这个没关。我向往自由无拘无束，他希望我安于家庭相夫教子，只是理念不合而已。那他为什么说你是骗子？我问出了我藏在心中多年的问题。刘女士无奈的笑，因为她不肯承认自己的偏执和强加给我的束缚，就把我想离开他归结于我没那么爱。可这是两码事，我爱他没错，但我更爱自由。离婚后，我临出国前，他还曾给我发信息，痛陈费洛蒙的罪行，说他就不该相信我的话，也不信什么狗屁费洛蒙，因为费洛蒙不仅骗了我，也骗了他。刘女士猛然抬头问我，他是不是把这种话跟你说了？我有些哭笑不得。那条信息是他在一旁哭，我一边听一边帮他编辑成信息发给你的。闻言，刘女士狠狠翻了个白眼。星星，你不要怕，费洛蒙确实把感情具象化，但他却影响不了什么。我仔细想了想他这话，突然意识到不对劲。刘女士，你这话也有所指啊。我皱起眉头，你到底因为什么回来？像是被我戳穿。刘女士的眼珠不自然飘忽，支吾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。宋东然跟你说什么了？见我戳破，刘女士咬了咬唇，最终选择全盘托出。原来宋东然早在5年前就开始和他聊我的事了。刘女士说，因为我不经常联系他，就算是找他说话，也只问他在哪个国家，所以他才找到宋东然来打听我的近况。当我听小然说，你好像因为费洛蒙的事害怕恋爱，我就想到是不是你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吵架吓到你了，这才想回来和你解释一下以前的事。刘女士万分愧疚道，其实在电话里说也可以，但我想这样重要的事还是见面说比较好。当年我一离开沈家就出了国，这么多年也没回来过。后来虽然通信发达，但我知道我作为一名母亲很不合格，我没能给你普通母亲该给的关爱，甚至对你的成长也没起到任何作用。说到此处，刘女士眼眶湿润。不，我轻抚她的背安慰道，妈，你不必成为所谓合格的母亲，你能够坚定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我很高兴。刘女士茫然无措的看向我，我不好意思的笑笑，其实我从小就觉得有您这样的妈妈特别酷。刘女士愣了半天之后大大的破防，她几乎哭了一整晚，诉说她在国外多么想我，又说了很多在国外经历的惊奇趣事。她说她的下一站是西班牙，她很早就想去看看斗牛了，如果可以她还想亲自试一试。临走前，刘女士揉着红肿的眼睛告诉我，其实领离婚证那天我还是能闻到你爸的费洛蒙，这么多年我都没忘记过。我笑着调侃，那你千万别和他见面，他现在身上只有老人味儿，会破坏你美好记忆的。天边泛起鱼肚白，我站在门口向上伸了个懒腰。宋东然送走最后一位客人，从里面走出来。宋东然，你这嘴也不把门啊！我故作不悦地说，你怎么连我初中拔了老头子几根人参的事都往出说？不是说好这是烂肚子里吗？宋东然伸手抵着下巴思考，啊，你当时拔了几根来着？6根吧，我记得是7根，绝对是6根。胡说，你忘了你当时非要凑7根拴在阳台晾一杆上当葫芦娃的事了。我俩你一言我一语，最后在没有结果的争辩结尾相视一笑。不管怎么说，谢谢你，东然，我还是很感激他愿意陪刘女士聊天的。包括如果不是他，我不会在今晚就知道困扰我多年的问题的答案。或许有朝一日我会自己问吧，但那肯定是在未知的以后。宋东然毫不在意的耸了耸肩，你要真想谢我就好好把回响开下去吧，我还挺喜欢调酒师这个工作的。是啊，毕竟来这里的通常不是美女就是帅哥，我忍不住揶揄道。宋东然不可置否的点了点头，随后又向我身后努了努嘴，帅哥来了。我回头，是文树。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通告很多的明星，想见我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来。宋东然下班，酒吧里只剩下我和文树。我倒了一杯热水给他，你胃好些了吗？
文树握着杯子点点头。所以你来找我又要干什么？文树缓缓开口。你答应我要约会一天，我是昨天下午3点钟约你见的面，从那一刻算起，约会应该在今天下午3点钟结束，现在是凌晨6点，还在约会时间内，我傻了。纯一天啊！文树略显较真的盯着我，我无奈接受。行，约会项目还是我来定对吧？我想想，接下来的内容由我决定。文树打断我，见我一脸诧异，他解释：沈继兴，是你昨天说让我不要做不符合自己行事风格的事，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会接受我凭自己心意的安排？我是这个意思吗？我内心存疑，但也没有否定他。所以接下来的约会计划，文树果然递给我一份纸质的 Excel 表，上面写着6点闲聊，地点11回响酒吧。我有些哭笑不得。好吧，你想聊什么？见我没有抵触情绪，文树稍微放松了些。我想为自己证明。他说。证明？你说谁迁就谁都会感到痛苦，但我昨天迁就你并不痛苦。文树一脸正色。我顿了顿，之前我洗澡超个时你都计较的不行，现在就能迁就我了。两者不同，一个是被动，一个自愿。文树道，昨天跟你做的所有事就是自愿。看他郑重其事的模样，我长出一口气。你说你不痛苦，你都被辣得胃疼了， KTV 的光不是也晃得你眼睛痛吗？还有唱歌，那些对你来说就是噪音，而且我唱的那些歌你连听都没听过。沈继兴，我的确不喜欢又辣又臭的罗家粉，我也不喜欢光污染和噪音，更不喜欢那家品味差到极致的歌厅。文树的声音突然温和起来，但是我喜欢你。因为喜欢你，所以我愿意去尝试你喜欢的食物。因为喜欢你，所以我不觉得你的歌声是噪音。不知怎的，我觉得脸有些发烫。许久，我才闷闷道，喜欢和接受是两回事。如果只因为喜欢我就要尝试他不喜欢的东西，那不叫接受，叫强迫。文树摇摇头，沈继兴，你一直说我死板不懂变通，可现在看来，我觉得你更死板。我接受不了你吃的爆辣，那我可以选择微辣。我接受不了夸张彩灯的歌厅，我们难道不能选择一家简约明亮的歌厅吗？文树的真心似要从他眼中溢出，我不知你怎么想，但我愿意尝试融入你的生活，哪怕截然不同，哪怕仍有摩擦，因为我喜欢的就是由这种生活成就的你。这是你在手机上看到的情话吗？沉默半晌后，我错愕地问他。不，原创，我从不抄袭。我不由得被他逗笑出声。沈继兴，我从没谈过恋爱，也没有过喜欢别人的经历，所以在知道那个味道的是你的费洛蒙之前，我都不明白喜欢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。在你离开的半个月里，我也常常想，会不会是我对费洛蒙的概念认知，而让我不假思索就把这种感情归类于爱情，以至于那一刻对你有想法，说不定只是因为我意识到这是爱情而已。可我后来发现，这种感情其实在你刚搬进没多久时就有了。因为没接触过，所以我没能分辨出这份感情。费洛蒙没有迷惑我，也没有欺骗我，他只是帮我认清了而已。我还没来得及嚼碎他的话，却听文树又说，距离你昨天服药才过了8小时，我现在依然能够闻到你的味道。我很浓吗？文树轻轻点头，很浓，但我现在已经可以克制住了，你不用害怕。你能闻到吗？文树又问了和昨天一样的问题。我当然，刚想要否定，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这话的宾语或许不是指我的费洛蒙。文树走过来凑近我，似是蛊惑人心一般的问我，沈继兴，你能闻到吗？随着距离的缩短，我大脑逐渐混沌，嗅觉却敏锐起来，终于从空气中捕捉到那一丝不属于酒吧香氛的清香。这股清香在昨天也同样夹杂在浓厚刺鼻的空气清新剂里。我愕然地瞪大了眼睛，眼前的浅色瞳孔中终于有了得逞的笑意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我颤着声音问他。也是在那半个月里，我发过一次烧，去医院检查后，医生就给我开了药。但是从昨天开始，我一直没有吃。文树嘴边笑意更浓，眼神也充满期待。沈继兴，告诉我，
你现在闻到了我的费洛蒙，对吗？那味道不算浓，但也有着强烈的存在感，一旦把其和空气剥离，就再难无视它。我点了点头。琥珀色的眸子透出希冀，我是什么味道？我鬼使神差的仔细嗅了嗅，就清香，很冷的香气，太好了。文树松了口气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昨天你说你闻不到我的味道，我真的不知该怎么办了。文树有些委屈的抱住了我，原本清淡的香气随着他的贴近而变得厚重了些。我抬起手，视线越过他的脑袋，发现左手无名指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刻着木星图案的银戒。沈继星，费洛蒙是爱情的具象化，我要怎么才能向你证明，在我的鼻腔中你的味道有多甜？文树在我耳边小声的啜泣，7分也好，3分也罢，哪怕只有1分，沈继星，你尽管来爱我吧。文树抬起头，我在那双湿润的眸里看到了自己动情万分的脸。文树再次牵起我的手，对着那枚银戒落下重重一吻，唇上的温度灼烫着我手背上的皮肤。求你爱我，他由衷恳求，像对神明祈祷的忠诚信徒。